顶剑阁7件的回信，唯独只剩5哥的还没有收到。他定是顾及我和阿宝，才无法定夺。若有时间，你去见他一趟。玉树公子虽退隐江湖，可是他的心从未忘记过江湖。晚辈明白。早些年，我便听风行夸奖过他七弟。他说霍七有情有义，有勇有谋，经此一事，虽相隔千里，仍能运筹帷幄，事事处理得井井有条，还要分神照顾秋水夫人，的确是顶剑阁阁主的不二人选。前辈过奖了。这段时间若不是有你在，我一个人根本无法兼顾的。眼下秋水夫人也恢复得差不多了，待她把几副药服完，我便会离开。这段时日，多谢前辈照顾。谢我什么？这是我对子夜的承诺，自然不会食言。这话说回来，雪瑶送信有一段时日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我原本还想着第一时间回去见她的，可眼下剿灭元一宫的大计刻不容缓，我不得不去。总会相见的。一定会见到的。他还在梅树下等我喝酒呢。我走了。老齐，四哥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不得不承认，每一步都被你算准了。阁主呢？已经等你很久了，快进去吧，走。好。阁主，展白来向您请罪。请罪？何罪之有啊？展白擅自召集7剑对付元一宫，此举未经过阁主的允许，自当领罪。你这是前来领罪，还是前来领赏赐啊？快起来！元一宫一事你做得非常好，我现在只想知道你接下来如何打算呢？趁着如今元一宫内讧，集结7剑，一同前往西昆仑，争取长无绝的性命，捣毁元一宫。为了天下武林，同时也是为了眼下便是最好的时机了。确实，眼下就是最好的时机。你们随我来。看看这个，同叛乱。难怪他拼死也要夺取龙血珠，想来早就有叛变之心，用来毒杀长无绝。这里有份地图，这里是元一宫，这里是元一宫的入口。阁主，这消息跟地图是否准确？是何人传来？消息来源非常准确，之前秦天城元一宫掳掠孩童的情报皆是由此人传递。不过此人是谁，等你们到了元一宫，你们就知道了。是。如今元一宫内部混乱，实力前所未有的被削弱。展白，3日内你号召7剑，立即赶往西昆仑，趁此时机一举歼灭元一宫。是。
四哥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召集7舰，即刻便出发吧。集齐6舰还有点可能，那个老五连人在哪都不知道，怎么召集啊？那我们就先去趟扬州。扬州？血药，你主人已经离开这儿了。谷主已去往昆仑元一宫。这丫头疯了，她那破身体去什么昆仑？去找死吗？薛国主，下车吧。到了。没错。听说昆仑是西方净土的神山，西王母居住所在，就如同像是极渊、极北之地一样。听说那里的天空分7种色彩，在冰面上不停地浮动、变换，美得就像是做梦一样。冰蚕毒又发作了吧？该以针渡穴了。不必了。从现在开始，薛国主应养足精神，以备为教王之病。那个教王是不是给你吃了什么迷药？我想救你，你怎么自己不当一回事啊？还算知道痛。走吧。稍等。元一宫到底在哪儿呢？亚弥，你……到了。刚刚那个车夫，你真的把他给杀了？你把他杀了？你怎么会这样？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车夫，他是为了养家糊口才跑这一趟远途，你竟然把他给杀了！你这个疯子！若非如此，难保他不会泄露元一宫的出入路径。况且，我只答应付给他钱。又没有答应不杀他。你这个疯子！你知不知道我要花费多少的力气才可以救活一条生命？你却这样随随便便挥手就把他给杀了，你是不是人？我早就说过，你救我的话，会后悔的。我本就是一个杀人者，和你正好相反。还请薛国主随在下前往元一宫，为教王之伤。我想救你，可是我到底该怎么做，才能治好你呢？亚弥。在下无恙，不劳薛国主费心。
妙风使，您可算回来了。教王吩咐，如果您一返回，便请您去元一殿。教中发生了什么事？出了大事，日圣女和童叛变。教王如何？教王无恙。去上面，把薛谷主的行李取来。是。妙风使，妙水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教王已等你很久了。路上遇到修罗场的八郡，耽搁了一会儿。哦，那妙风使受伤了吗？薛谷主，龙门村一别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好冷漠啊，薛谷主。妙风使，真奇怪啊，你的笑容怎么不见了？真是可惜，是被谁夺走了？快走吧，我要见你们教王。风，进来吧。是薛谷主吗？是我。风，回来了。教王万寿。我的孩子，你果然按时把药师谷谷主带回来了，我没养错你。快起来吧。薛谷主，风是个好孩子，他很听话，很懂事，不像童。童呢，更像是一条毒蛇，一条时时刻刻都想着怎么反噬恩主的毒蛇。教王打算何时开始诊治？薛谷主看来比本座还要着急啊！你只有我一个医者，我却不止你一个病人。但是只有本座，才能让药师谷谷主为我出诊。薛谷主，你应该知道元一宫与中原武林向来是水火不容，你为何愿意千里迢迢来为我治疗？药师谷向来不涉江湖之事，只要有回天令和诊金足够，我为何不能来？哦，既然薛谷主都来了，那就再帮我一个忙。看看，他还有得治吗？诊金足够，便救得了。薛谷主，请吧。
薛谷主果然医者父母心呢。不过可惜，童这个叛徒试图谋刺本座，本座清理门户，理所应当吧。教王恐怕是和自己的属下开玩笑开习惯了，把我也当成元一宫的人。若教王不着急治病，烦请尽快将我送回药师谷，我还有事。薛谷主莫急，本座随时可以开始治疗。好。别救他，他是个魔鬼。敢对教王不敬，薛谷主，在你这样的贵客面前，本座冒失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叛徒给我拖出去，别脏了我的宫殿。是。这一路长途跋涉，我有些累了，什么时候才能休息？薛谷主，不先替本座诊断一下吗？医家讲究望闻问切，教王的声音听似平和宁静，但气息中却有3分急促，我已有5成把握。好，待我诊治完毕，便可以离开了吧？那是当然。只要本座恢复往日的风采，本座定会重谢薛谷主，并且派人把你安安全全的送回药师谷。一言为定。嗯。风，你留下。是。薛谷主，这边请。教王，为何这么久才回来？属下途中遇到同派去的八郡埋伏，所以才耽误了。那八郡呢？已全数死于血源之上。风，你辛苦了。这途中，你的冰蚕之毒可有发作啊？薛国主替属下施针，缓解了毒发的疼痛。看样子，你与这薛谷主在这一路上发生了很多事儿啊。属下只是谨记，要将他平安带回元一宫。那他有何异样啊？属下曾试探过，
他似乎完全不知道童的真实身份，也就无从得知当年的灭村真凶。确实，刚刚我几番试探，但那个女人似乎对童的处境毫无反应。教王为何要安排童与薛国主见面？这是一招险棋。哼，我就是想看看这姐弟情深却无法相认的局面。这薛子业如果知道童是他魔家村的弟弟，那该多有趣啊！可惜啊，7日之后，这噬魂散之毒便会从眼部深入脑髓，逐步侵蚀人的神智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他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死。哼！待本座病情痊愈，一定要让这姐弟俩好好团聚，永远葬在这昆仑山里。在他死之前再告诉他吧，在那之前，他还有用。薛谷主日后或许还有用，教王何不留他一命？你这是在为他求情？属下斗胆，求教王放他一条生路。风，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？你竟然替一个对我不利的人求情！从你一进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了，你脸上的笑容被谁夺走了？是那个女人破了你的沐春风之术。这一路上，薛谷主救了我很多次，一直以来，除了教王您，从来没有人救过我。属下只是不想看着他死。你，教王，我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风，这20多年来，你是第一次顾及别人的生死。如果我执意要杀他，你会怎么样？属下也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。你竟然敢这样对我说话！我拿你当自己的孩子，你却这样要挟我！你们这群狼崽子！长大了，真的长大了，风。这20年来，这是你跟我提的第一个要求吧？我答应你，都答应你。那个女人真了不起。别弄洒了，慢着点。哦，小宝真棒。
你为何会来此？要不是老七，我都不知道你竟然在扬州藏了这么多年。我和老七也是前阵子偶遇的。那你当时为什么不告而别？为什么连我都不知会上？我明明给你写了信，邀你来这里同我喝酒，这么多年你人去哪儿了？啊？你给我写过信，我可没收到。那你肯定以为是哪个姑娘给你写的，随手丢了吧？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？好了，你俩要么好好打一架，要么把正事说了。那要等夫人回来，与她商量之后再做决定。五哥，廖前辈说了，此事让你自己做主，你若同意，他便同意。老七，我不能去。哎，你为何不能去啊？虽然你已经离开鼎剑阁多年，但武间的位置从未更换，你依旧是魏武公子啊。鼎剑阁的魏武公子，自当秉持江湖道义，除恶扬善。就算舍弃了这条命，我也会同你们一起前去。不过一死，何足畏惧？但如今，除了大义，我也有小家。我现在只盼与清冉携手白头，阿宝健健康康的长大。这便是我半生唯一的心愿。大义和小家，我只能选一个。五哥，说实话，我也很羡慕你拥有一个幸福的小家。我也希望你的愿望能够实现。只是不行大义，何来小家呢？这么多年来，元婴宫所及之处皆是炼狱，多少黎民百姓像五哥你这般，只想护住自己的小家，安稳度日。可元婴宫的人何曾放过他们呢？他们的孩子被拐到元婴宫，训练成杀手。多少个孩子，原本可以在父母的庇佑下安稳度日，无忧无虑地长大，可他们没有选择。如果不趁着这个时机铲除元婴宫，将来长无绝定会掀起更多的腥风血雨，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啊！我知道，身为廖前辈的朋友，深受他的帮助，我不应该在这大义凛然地劝你，但我有一份私心。数年前，一个偏僻村落被屠，我的一位朋友身在其中。他九死一生逃脱，被廖前辈救下，才得以活命。可这么多年来，他也落下了病痛和无数的遗憾。你说的可是清冉的徒弟？正是。当年魔家村一夜被屠，此事定和元婴宫脱不了干系。我也想为魔家村的人讨回一个公道。我该说的都说完了，若是五哥你执意不去，我们二人绝不强求。不必说了。接下来要去哪儿？七剑只剩你一人了。老七，大哥在前面等着呢。老七，大哥在前面等着呢。大师兄，时隔多年，我们终于聚齐了。对呀，这些年我们走南闯北，虽然也是初见未到，但是哪及我们并肩作战来的痛快呀！想当年，我们鼎剑阁八剑。
好了，老六已经不在了，咱们活着的人可不能辱没顶剑阁八剑当年的名声。眼前这一战，我们可得痛痛快快的打。这些年的江湖纷争，全因元一公而起。剿灭元一公，也算对六哥、对天下百姓、对中原武林，都有一个交代。此去元一公，必定千难万险，后果难料。纵使千难万险，但是为了铲除奸佞，为了天下百姓，就算赴汤蹈火，吾辈也在所不惜。我得先弄清楚，冥界究竟被关在何处，再做打算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教王有令，您不能离开这座院子。我只不过是想随意走走。薛谷主，薛谷主，请你回房休息。你们教王请我来是替他诊治的，这便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？薛谷主，妙水使，薛谷主想要散步，我陪着他便是。教王若是怪罪下来，我来担着。是。请。龙门村的那几个孩子还好吗？托你的福，好得很。那个叫小龙的，应该也长高了不少。妙水使找我有何事？直说吧。没事就不能找薛谷主说说话吗？哎，别走啊，薛谷主！看手相吗？我会啊。哎呀，薛谷主，我看你这手相，可是大为难解呀。这是断掌，有这种手相的人，一般聪明绝伦。但性格却格外倔强，一生跌宕起伏，往往身不由己。你的宿命线不错，虽然中途断裂，但旁有细枝接上，可见曾死里逃生。你看，这姻缘线就不是太好。妙水使何必交欠延伸？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回去休息了。薛谷主，如此早早休息，是为了养足精神，替教王看诊吗？不错。薛谷主医术绝伦，自然手到病除。可是，救了教王，只怕对不起当年惨死的魔家全村吧。一夜之间，上上下下竟全数被灭。妙水使，此话何意啊？薛谷主，你这么聪明，你不会以为当年的魔家村是天山派掌门秋水鹤所为吧？秋水鹤已经承认了当年自己的罪行。是。秋水鹤恐怕到死都不知道，他只是中了教王的圈套。成了他的替罪羊。当年秋水鹤想要桐树，教王也想要，
但他不想惊动鼎剑阁，于是便设计了让元一宫的人混入了天山派。怎么回事？是时候了，去吧。是。就是他们，村长！你们是谁？为什么要杀人？你们是谁啊？为什么杀人？为什么？说为什么？你们杀了人，现在还放火烧村子，他们这是要把大家逼上绝路！我们跟他们拼了！你们杀人还不好！他们街上是雪莲花，你们是天山派的人！天山派！药水使在此胡言乱语，难道就不怕我去教王那儿告发你吗？随便啊。但如果你想知道你冥界弟弟的下落，我就劝你不要啊。冥界已经死了，那晚小木屋着了很大的火。秋水鹤去小木屋之前，教王就已经将你的弟弟带走了，并且加大了火势。他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死在了那一夜的大火中。冥界现在在哪儿？你今日见到的铜，就是冥界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听说，那夜有一对少男少女坠入了冰河。若我没猜错，那人就是你，对吧，薛谷主？是又如何？真是孽缘！当年击碎冰面，致使你坠入冰河的人，如今却拼了命的要护你周全，将你送来了元一宫。哈，有趣，真是有趣。你说什么？那人是妙夫？薛谷主，你会后悔的。那么现在，薛谷主，你还要救教王吗？药水使不会平白无故的跟我说这些吧？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什么，明日告诉你。我还会给你带来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。早些休息，薛谷主。薛谷主，
这么晚了，薛谷主方才去哪了？随意走了走，有事吗？没什么。在下只是来告知薛谷主，好好休息。之后，在下会带薛谷主前往教王寝殿，为教王诊病。薛谷主早点休息。等等，薛谷主还有事吗？